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所钟爱的事情，yes 还是 no？请大家根据棋盘上的3个棋形，做出你直觉中的选择。请把你的选择代码和“心想事成”4个字发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短视频的朋友，请双击你的选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三角阵。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做？这个三角阵中呈现出的信息啊，是对于这件事呢，你真的要慎重三思而行。这件事情呢，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你要想好，从这件事中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可能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比较爽，比较嗨，或者说完成了自己一个心愿，达成自己的一个情怀。这件事情呢，对你来说，可能精神上的意义、感情上的意义要大于实际的意义。为了这个情怀、这个心愿，可能你曾经准备了很久，或者魂牵梦萦、朝思暮想，就想着在这一刻能够把自己这个心愿实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精神角度它是值得做的。那同时呢，你在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啊，就要真的把心态放平。如果从好不好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所中意的这件事情啊，它更多的是享受一个过程，就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样，你所关注的这个层面，更多的是在海浪的这个层面，而海水或者说海底这个层面呢，以你的能力和力量啊，目前还无法达到，它无法帮你实现更深层次的利益。所以说呢，你对这件事情的期望和目标是什么？你要事先想清楚，这是来定义这个项目好不好或者做不做的一个核心元素。这个项目你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啊，可能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或者这个过程很享受，甚至这个过程啊很跌宕起伏啊，或者说是精神上很惬意，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是你不要对这件事情的实际的收益抱有过高的期望，因为这个事情的方向和性质决定了它更多的是基于你的愿望和情怀。所以当你充分的实现了这个愿望，把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想要经历的充分体验过之后，也就穿越了这个心愿，也就完成了你生命的一个旅程。就像一朵花一样，一朵花终究是要开的，无论它是否结出果实，那这个开花的过程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但是花儿只是花儿，如果你期望这朵花在开花的时候结出果子的话，那这个就要慎重思考了。如果你期望它真正有更多或者说更实际的结果的话，那你还要解决一些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项目在落实乃至结出真正果实的层面呀，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这是你需要完成的。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只能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停留于一个事情的表面。这个表面当然能够满足你的精神愿望了，所以这一点你要想清楚。如果非要对这个事情来打分的话啊，不仅仅从精神上，如果综合各方面考虑，结合你的总体状况而言呢，其实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它对你没有那么重要。你之前以为它很重要，或者说从情怀上、从精神上认为它很重要，但实际上事情真相、客观情况并非像你主观所想象的那样。我们来看这个六合阵，这是第2个问题，你的自身能力是否能够支持你来做这件事情，并且获得成功呢？这是你自身能力的一个罗盘扫描啊。从专业知识来讲呢，其实你要把控这件事情啊，还是有挑战的。这种挑战难度还不小，对于你来说是一次
蛮刺激、蛮冒险的经历。这种挑战啊，可以说颇带有孤注一掷和背水一战的这种感觉，因为你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要，所以投入了很多心血、精力和资源。那实际上你的能力呢，来应付这件事，真的是介于成败之间，是有一定风险系数的。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大概在50%到60%左右。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啊，从经验上来说呢，你的经验还是能够比较稳妥的来驾驭这件事情的。这方面的风险，倒比较有把握。你的经验方面还是比较可靠的。从财力方面呢，这里显示啊，你不宜太冲动，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因为你的专业知识和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件事情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应该成为你最核心的一个盛着所有鸡蛋的那个篮子，这样风险太大了。所以建议你，作为资金投入或者说作为资源投入来说，是要减仓的，不宜加仓，要进行适当的风险控制。从时间方面来说呢，你的时间目前有点不够用，这方面呢，要处理好各个事情的关系啊，时间管理方面需要加强，要不然你会很被动，被各方面的事情啊搞得应接不暇，以至于失去了真正的重点。那这种状况，你一旦遇到大的事情啊，头脑就无法做出清醒的判断。因为做事情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和客观的视角。而这一点如果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你所做的、所投入的所有的付出都会得不偿失。所以这里特别要提醒你啊，要把控好自己的时间呐。不要分心的事情太多，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做，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矛盾中心的漩涡位置，让所有事情都来找你。这种状况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好事，这是你要切记的。从你的个人智慧来说呢，总体来说你的个人智慧层面还是蛮高的啊，高度不成问题。但是呢，这个怎样落地，怎样结合转化，这方面呢存在一些小的问题。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呢，可能更多的是看它那个根本的和这个比较高大上的这个层面的东西，但是呢，作为一些接地气儿的这个层面，可能考虑的还不是很多，这就需要有人来弥补，这是你自身能力的一个优势下的短板，你要善用它。你的这种品质本身不是坏事，只是需要有搭档来弥补，把这种品质放在合适的位置。最后看一看你的精力呢，你的精力方面，其实这里给你的建议是啊，适当的放松一些，不要搞那么多事情，搞那么多事情，最后你自己会乱了方寸，以至于顾此失彼，没有必要。有时候适当的时候啊，要放松一些，把节奏慢下来，目标性呢也不要特别强，这样呢有时候顺其自然，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不要把精力通通的分散，把弦绷得过紧，这样呢，自身的状态会出问题，状态的问题会影响到做决策的能力，乃至于战略方向和定位。我们再来看这个五星阵，这个阵法它面对的问题是外界的环境是否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呢？从大势上来说呀，目前你所做的事情处于一个关键的蜕变期，这个蜕变期是存在着机会的。这种机会呢，它是一个行业升级的机会，是一个由小变大的机会。这个机会如果你能够抓住的话，那其实你能够上升一个格局和境界，包括资源上的和实际财富上的。所以从大势方面来说呢，这是一个战略机遇期。
外界环境还是机遇大于挑战的，挑战也有，但不是主流。那你身边的这些人脉呢？家人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能够给你一些基本的支持，不会给你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家人方面你可以放心，可以放心的去分享，并且他们也会适当的配合。朋友方面呢，恐怕相对来说支持就没那么强喽，但也不是没有用。这方面的信息啊，还是要放一些的。在关键时刻呢，也会有一些保底性的支持啊，你的期望就不要太高。所以对朋友这边呢，没有必要投入太多的资源和精力。其实对你这个事情啊，支持最大的是同事。你的同事啊，真的很给力的，他们很优秀啊，所以对这个事情会起到一个脊梁骨式的支持作用。那你这个项目应该，或者说这件事情啊，要多跟同事去分享，他们会给你很多有力的支持。另外，再补充一点，特别特别关键的贵人呐，你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需要贵人缘的。这个贵人在这个事情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是起到决定这个事情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重要角色。这个贵人如果找对了呀，能够帮助你力挽狂澜，起死回生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了，去慧眼识贵人。我想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你应该也有一些备选的人选了，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和贵人或者你心目中的贵人充分的沟通，去赢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谁是你的贵人，那现在赶紧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扫描一下，在你过往的历史中，谁是能够决定你这个事情成功失败、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我们来看第4点，是否会有潜在的阻碍因素或者支持因素呢？你应该怎样面对呢？这个4方阵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啊，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啊，因为很投入，所以有时候会忽略掉其他身边的很多需要照应的因素，所以也会面临一些小的不愉快和骚扰。这个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很正常，可以说是借选之急呀。所以你要做的呢，就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被别人非议呀，或者说表示不赞同啊，或者甚至人为下绊设置一些小的阻力，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有过创业经历或者管理经历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这种事情在这个做事的过程中太正常不过了。最难搞的当然是人心，所以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需要护住你自己的状态，不要被这些小的不愉快或者小的磕磕绊绊所伤害。然后呢，尽人事听天命，外在的因素伤害不到你的核心节奏，只能是一些借选之急，所以你只需要一往无前的交托。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那就不用去管那些，往前走好了。至于说是成是败，那交给上天去解决。这就是我们祖先智慧中所说的尽人事听天命，把事情做到极致，把心愿彻底满足，然后的事情呢就不用你操心了。内在方面呢，可以感受到啊，你对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有热情，而且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你从内心里特别想要体验这个历程，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生命冒险之旅啊，对你来说。既然你这么想做呢，那就大胆的去做，来享受这份内心的探索和快乐。这种快乐是其他外在的很多东西无法替代的。那么特别提醒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呢，外面或者说你的身边也许会有这种不同的声音啊，这种负面的声音，你不要去管它。只要你摆平了心态，对现实的这个层面不要期待太多，而是尽情享受这个过程，完成这个心愿，那这个事情其实
真的你完全把它作为一种体验去可以做呀，你就去比较无求的做好了，不要有任何的限制和期望，无所求的去做。那这样就是你对自己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你说对吗？第5点，这个4方阵，最佳的行动时机是什么时候呢？从这个时间线来看呀，如果你现在立刻行动的话呀，未必是最好的时机。现在动起来有点勉强，与其这样啊，不如稍微等一等，把你自己的状态调整好，适当的积蓄力量。现在你还没有做好全面启动的准备，需要补充能量。就像一辆电动车发动一样，你先要把自己充好电，才能跑长途，对不对呀？现在你的电还不是满格，所以需要做很多的准备。这个准备呢还不宜太急。从这个时间线来看，最好的时间呢是从这往后的3到6个月的这个时间段，你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把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啊、心理上的准备啊，还有外面条件都筹备到一定的成熟度了，这时候再做这个事啊，就会比较轻松，就不会感到那么大的挑战和压力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呢，真的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如果你能够做到以上几点，那3到6个月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件事做成功，能够达到你所预期的一个精神的目标啊，或者说情怀的这个第一目标。所以3到6个月是最佳的时间点，不宜再往后了。如果再往后的话，就会有变数。那听我说了这么多，你想好了吗？如果想好了，就赶快行动吧。做，怎样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要带着过多的目的和设想，而是轻装上阵，把它看作一场体验的冒险之旅去经历，不要对结果祈求太多，去这样做，那你会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很嗨。好，以上是关于第一个选择的解读。大家听完之后啊，请选择1键3连支持我，谢谢。我们来看第2个选择。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做？来看这个3角阵，这个3角阵中所呈现出的信息啊，你想做的这个事情本身这个性质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人呐，还有对于这个事情如果做成了，真的是蛮有价值、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只是呢，现在面临着很多阻碍和变数，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啊。现在如果非要给这个事情打一个分数的话呀，这个分数其实有2个标准。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可能这个分数不会很高，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去做的话，可能就会柳暗花明。那目前来看呢，这个事情从内部元素来说呀，它是非常好的，但是从外部元素来看，这个做和不做呀，确实要费一番周折，是介于可做可不做之间。这个做起来呢，真的还是蛮费劲的，但是不做呢，又很可惜，是这样一个客观状态。那到底要不要做呢？那我们来看下面的后续觉察。我们来看第2个视角啊，你的自身能力是否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6合阵，也是对你自身能力的一个全面的扫描。从这个罗盘扫描中能够看出啊，你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你或者你的团队在驾驭这件事情上的能力啊，可以说非常优秀。在专业知识上，以你们的能力完全没有问题，即便遇到困难也能够克服，也能够翻越。所以一些专业上的困难阻碍不了你们。从经验上来说呢，你们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任何一些所谓的突发事件呀，其实你们还是心中有数的。
这个也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所以在经验上也比较丰富。时间上呢，精力也很旺盛时间上你们有一系列的一个成熟的办法，状态也非常的好。财力方面也有支撑，所以这方面也不用发愁。在个人智慧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力量、有决断，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在精力方面呢，也处于事业的黄金期，是做事的黄金年龄。所以整体这一圈扫描下来呀，在自身能力这一块，与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完全匹配和吻合，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做事的人选，或者说是这个团队人选。在这方面你不用有什么担忧，你们自身的能力完全可以撑起这片天空。那接下来来看第3个问题，外界的环境是否支持呢？这个五星阵给出了答案。刚才我们看到了你的自身这方面的元素和能力非常优秀，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志在必得。那刚才我们又看到了之前的第1个总体的评价分其实并不高，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问题就出在外界环境这里。在第3个问题中，我们找到了症结和答案。外界的环境呢，目前来看大势的情况并不好，处于一个瓶颈期，甚至是一个紧缩期。在这个大的周期和时间窗口下，如果你想有所作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难度比平时要大好几倍。所以如何打破这个大势的限制，如何打破一些整体上周期性的这种落差和负面的影响，这个是你要做这件事所思考的主要问题。因为大势不利的话，你的内在或者你的团队，包括你自己再优秀的话，那有点逆潮而动的感觉。所以这个大势元素严重拉低了这件事情的总体评分。那从其他人脉来讲呢，你的家人呢，支持呢一般般吧。我觉得不要把精力放在你的家人身上，他们能够不反对就可以了。所以适当的还要安抚。朋友方面呢，可能会给你一些面上的支持，大面上的可能给你去励志鼓励包括给你打打鸡血或者有些朋友也会给你一些这个略带负面消极的影响，这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影响不大。你的朋友们都还是蛮大气的，只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所以各有不同的说辞。你的核心的支持的管道呢，是你的同事和贵人。你的同事们，是可以和你共享利益的合作伙伴，和他们合作呢，比较务实，也比较柔软，所以和同事可以进行利益合作。贵人方面呢，同样是特别重要。贵人是要帮你真正做决断、拿主意的，是来定大方向的。在关键的时候虽然你的专业能力很优秀，但是在何去何从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来帮助你做决断要不然有时候你的大事在关键处会有摇摆，这就需要你把心定下来。自身的能力优秀是一方面，在对大事或者说对关键点的一个清晰觉察判断上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层面呢，就需要你去留心你身边或者圈子内能够帮助你来做决断的真正的贵人。这个贵人可能是前辈，可能是领导，或者是专家，或者是你所敬重的朋友。当你找到了这个贵人呢，你才能够有可能突破整个行业或者这个大周期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个贵人对你的一个事情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贵人可以是你们的一个掌舵者，可以说你在专业上还有方方面面其实都很优秀，就是缺这样一个在旁边，不在你的这个团队之内
是在你的团队外面或者在你自身的这个合作伙伴外面的这样一个角色，它能够保持客观和超然，能够帮助你把持大方向，能够帮助你突破外界的局限。第4个问题，是否会有潜在的阻碍因素或者支持因素呢？我们来看这个四方阵。四方阵中显示外在的因素很关键，因为外面行业大势和周期性的一个浪潮所以你要妥善的处理外在的冲击，这方面的难度不小。虽然你或者你们很优秀但要达到这一点不容易。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来处理很多的关键细节问题，而每一个细节都会决定你这件事情的成败和走向，何去何从。如果有一个细节没有考虑到位，那么都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个大势或者说这个决定性的外在环境能够把你们对细节的专业能力来逼到极致，能够绽放出你们最大的潜能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把每一个螺丝钉、每一个关键的零部件和关键的流程都筛选好的话，考虑到的话，那么你们活下来的概率就会很大了。所以最终要想生存下去，把这件事情做成，就要经历重重磨难的洗礼这个外在的环境确实很严酷，但是呢，以你们的专业能力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信心，你们可以的。从内在因素方面来看呢，确实这个过程挑战性很大，滋味不好受。所以有时候要做一件事情真的很难，要克服各种困难，要承担各种压力，有时候循规蹈矩的去做也不行。当你把自己逼到极致的时候就会迸发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能力来。这种能力呢，你不要去想对错，当那个想法或者说这条路你想到并且出现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不要想它是否符合常理先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如果真的能走通的话，那你就能够开出一条路来。所以最大的内在阻碍就是这种压力和各种困难的折磨。那这种内在的煎熬是最大的挑战，它甚至比外面的挑战还要严酷。但是以你的专业的能力和综合的素养，其实是可以克服这一切的，只是这个过程不太好受所以只有经历过之后，我才明白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这个道理。你走完了这个长征的路，你再回首会发现，你成功之后走过来的自己跟之前的自己不一样了，真的升华了，真的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第5个小问题，最佳的行动时机是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问题信息量比较大呀。这个四方阵这个可以看出你现在如果立刻行动的话其实是有阻力的，要破局不容易。所以在行动之前呢，还是不要太急，建议你往后等一等。现在方方面面的这个消极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行业呢，整体的环境不是很有利。你轻轻的再等那么一段时间，可能会稍好一些。如果要动的话呢，大概3个月左右吧，这个时间段2-3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去强行启动了。虽然行业仍然不是很好，但是比现在的状况呢，可能要稍好一些。这个过程真的起点看起来还是稍有艰难稍有艰难。这也是一个行业的低谷和黑暗期。那你选择了在这个时段去行动的话，那么就要承受这样的压力。那这是你的主动选择。所以这也要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评断，就这个事情，你想做的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但是以你的能力和意志力是将可以达到的，能够保证不死，能够生存下去。但这个过程很难，所以这里边没有所谓的好和坏，
你就需要考虑，尤其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时期你要考虑是否要以你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如果你觉得值得，那在2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强行启动，哪怕承受再大的磨难也要强行启动。那如果你想明白了，一切都是值得的。那如果你觉得综合评估之后觉得代价太大，不如等一等的话，那么你也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就这个事情如果拖到6个月左右的话，其实这个方向就会有一个大的转变了。你也可以选择一种更风险低的方式，挑战低，当然可能和你之前设想的有些不一样，但是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那可能就不是你或者你的团队去单独挑头去做这个事情啊，全面承担这个压力，不是。你可能找一个平台合作伙伴，或者找一个专业上的前辈啊，以另外一种身份，不再是一个主导者，可能是一个合作伙伴，甚至是一个伴随者的身份去做，这样能够把风险、把挑战降到最低，同时呢，也能够保证你的利益和收获，保证你的压力不会太大，这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啊。总之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这件事对你来说特别重要，你一定要做主导者，那你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做，哪怕九死一生。如果说这件事对你没有那么重要，你不想为此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你就可以选择第2种方案，去减低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主导比重和控制力，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或者一个前辈，采取跟跑的策略，就像马拉松比赛那样啊，不一定非要一直冲在前面，可能前半场一直是跟随在冠军的后面，到了后半场再发力反超，这也不失为一个策略。所以最佳的行动时机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这样你才能够找出最适合你的策略。好，以上是第2个选择的解读，请大家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我们来看第3个选择。首先第一个问题啊，通过这个3角阵，我们来看要不要做的问题。这个3角阵中特别传达的信息啊，就是你所感兴趣、所要投入的这件事情，难度还是蛮大的啊，确实是一件蛮有挑战性的事情。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才这么样有吸引力。同时呢，一旦你克服这些困难呀，你会获得很高的成就感。这种快乐和成就啊，不是一般的事情所能比拟的，这也是这件事情吸引你的魅力所在。所以呢，挑战性大不是问题，挑战性虽然大，但它也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是可以解决它的。至于好不好的问题嘛，简直是好的爆棚了呀！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以是名利双收啊，既能满足了你的精神需求，也满足了你的物质需求。一旦你在这件事情上能够顺利推进的话呀，那简直你的快乐度、幸福度方方面面的综合的一个美好指数啊，会上升好几个台阶。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简直是目前势力范围内所能见到的最好的选择，也是能够带给你改变全局的一个重大的震撼性的事件和机遇。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哦，千万不要错过它。所以话说到这里啊，其实已经很明了了，就是这件事虽然很难，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是你一定要做，一定不要错过，不要再犹豫了。至于说打分嘛，其实打分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时候啊，你要考虑的不是难度和胜负，而是这件事情其实用一个极端一点的话来讲，没得选。就这件事，用一个比较玄学的词汇吧，就是本来如此，你就是要走这样的路，这条路就是你该走的路，所以这时候你反而不需要去纠结和思考太多，只需要一往无前的往前走。当然，不纠结是一种心态，但从理智上还是要仔细评估，精密推演，并且找到最好的行动计划，这方面还是不可少的。
那所以这个项目呢，综合来说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且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啊。而且最有戏剧性和挑战性的是啊，这个项目可能会有很多挑战和难度，你看起来很难啊，但是恰恰你的能力和机遇，包括运气加起来，比这些所有的挑战就多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有一句成语叫做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就是骆驼已经承载了很多了，再加一点点稻草，那么骆驼就扛不住了。那你和这件事情它的状况就是这句成语反过来，如果少一根稻草，可能这个事情就成不了。但是呢，你的人品，包括你的气运，包括你的能力，恰恰一根稻草都不少，恰恰是把所有的稻草都收集圆满，最后这件事情就成了。这个剧情就是这么有意思哦。所以这个三角阵给你的启示是你不用打分了啊，真的是跟随你内心的感觉去做。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考验、风波，它都是必然要出现的，而且最终你是能够克服的。考验很大啊，这一点并不是说一帆风顺，而且可能这个过程，甚至是几经波折、历尽风波啊。但是呢，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九曲回肠、峰回路转，最后胜利属于你。所以你只管大胆的往前走，即便在路上遇到很多的所谓的局限、所谓的不利因素，你也不用在意啊，用理智去吸收它，去评估它。但是在信念上要一往无前的坚定前行。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吧？那接下来我们一项一项排查啊，你会遇到哪些挑战，又会遇到哪些支持？好，第二个问题，你的自身能力是否支持你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六合阵给出了答案。这个六合阵就是对你能力全方面筛查的一个罗盘。这个罗盘呢，从方方面面来给出一些参考的指数。总体来说呀，在这个环节挑战性很大，不过没有关系哦，因为我们之前说了，你的总体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强势，并且气运非常有保障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剧情的一部分，这些难度都是你可以克服的，并且是你成就感的来源。没有这些，这个剧本就不好玩了。所以咱们依次解读。你的自身能力其实专业知识来应付这个事件，其实还是蛮妥当的，是比较有把握的在这方面你不用有什么担忧。在财力上嘛，就相对难一些了财力相对是一个短板你在这方面花费的心思要多一些，可能要承受一些压力，来历经一些磨难。不过没有关系这些呢就需要通过你的个人的智慧，去通过运作各种精密关系的运作发动你所有的人脉资源，最后去一项一项的克服困难。所以最终呢会就像一个极限运动一样，走钢丝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经验上呢，你有很好的一个风险管控能力，能够把很多潜在的风险化于无形，这点是很值得称道的你能够对没有出现的矛盾有很好的预判，然后呢，提前规避掉它。在时间和精力上嘛，就比较麻烦一些。在这方面，你的精力还是蛮有限的而且各方面的干扰和冲击会多一些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些仍然是在你可克服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些困难都无法难倒你。我们在这里所分析和觉察的呢，是你提前要做好一个评估和准备，对于哪些领域、哪些方面是将来考验你的主要领域，你要做到心中有数。那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可能是你亮红灯的一个区域那你需要特别关注。在财力呢，这些方面呢，是一个黄灯区域，你也需要适当的照顾。在个人能力、经验方面，是一个绿灯的区域，你不用有太多的担心。所以综合起来，你和你的团队，在面对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支持力度可以说挑战性很大，而且难度的主要挑战恰恰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那现在所有的挑战已经明了了，所以你也尽管放下心来。还是那句话，这些都是你和你们可以克服的公关你们只需要一个
一个脚印的走过去，那最终这些困难都会成为路上的风景线。第三个问题，外界环境是否支持？从这个五星阵中啊，可以看出外界环境对你这个事情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那你这件事情的人脉缘分呀，和之前两个选择有所不同。那两个选择呢，是同事和贵人的要素占的比重特别大，而你在这个选择中的情形呢，和之前的状况是反过来的啊，贵人和同事的比重没有那么大，反而是家人和朋友给你起到了主力支持的作用啊。你的家人呢是你的铁杆支持者，而朋友呢可以是你事业上非常好的伙伴，能在这件事情上给你一个共赢的资源支持。所以有了家人和朋友这两翼齐飞呀，那在这件事情的大事上可以说有了保障啊。即便在外部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可以一往无前的往前走有时候看起来希望渺茫，或者说困难重重，但其实你要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只要你不后退，你不放弃，那么他们还有这个事情的伙伴们，他们就会团结在你的周围，也不会放弃。那所以这个一内一外啊，两相对比啊，你就会看到你的自身能力在对这个事情方面有一定的把握度，但是在大事方面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这个挑战和机遇呢，可以说是5比5，但是你只要坚定信心，能够迈过这个挑战的坎儿，能够爬坡，爬过最艰难的那个路段，那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你的。那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会陪你坚定地走完这个过程。所以切记，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气馁，坚定信心，要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你。只要你抱定这个信念，那么所有的关口都不会难住你。第四个问题，是否会有潜在的阻碍或者支持要素呢？这个四方阵给出了答案。从这个四方阵中啊，可以看出一些关键的要素。外在的要素啊，可以说影响非常之小啊，外面的困难没法阻碍到你，反而是能够成就你的一个主要支柱。因为只有外面重重挑战的洗礼，能够激发你最大的内在潜力，能够让你面对这个重重挑战被迫水涨船高。所以你要以一个特别潇洒的心态来看待外部所经历的挑战，恰恰经历了这些，最后能让你化奖成蝶，能够把你推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你只需要带着积极乐观的这种心态去迎接它就好了。那么内在因素这一块呢，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呢，确实不要冒进，要稳扎稳打但另一方面呢，要善于打破前人的这种经验和规矩，不要过于保守，有时候恰恰不要陷入到一些传统方式的惯性思维里面去这里边要有一个度稳重、谨慎、理性是必要的，但是不要陷入到保守和惯性的这个怪圈里面去。在关键的时候，尤其是在你这个事情的核心点位上，要大胆的创新，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被前人的经验和理念所禁锢住。这样你做的这件事情才有意义，才有真正你想要的价值，你说对吗？所以这件事情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在保持理性的同时敢于创新。第5个问题，最佳的行动时机是什么时候呢？那从时间线来看呀，立刻行动不是一个好时机现在立刻行动有点冒进，先等一等，沉住气，在短期内积蓄力量，3个月之内可以起步，可以起飞这3个月之内呢，会让你从无到有，能够就像飞机在跑道上滑翔一样当滑翔到一定高度，势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起飞了。而3到6个月是你突破的关键期，这3到6个月你要把握住机会，一旦起飞，顺利的起飞的话，就会一飞冲天。
那度过了这个关键起飞期之后，那之后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天高任鸟飞了。所以这关键期就是3到6个月这个时期，要把握住哦。所以你一定会成功的，祝福你啊！好，以上是关于第3个选择的解读，请大家听完之后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